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青鹿普教版软件系统的功能操作演示。首先呢，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环境。在中小学的课程当中，老师一般使用安装有青鹿智慧课堂普教版软件的一体机大屏进行授课，学生则是采用各类终端设备接入课堂，例如平板、手机、点阵笔、笔记本电脑等均可接入。那我们在课堂当中，每一个教室都需要一台核心设备智慧课堂主机青鹿盒子来支持我们课上的交互。老师来到课室当中，打开安装在一体机当中的青鹿智慧课堂软件，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即可完成登录。老师点击开始授课即可完成教师端的登录。而对于学生而言，他们需要打开安装在平板上的 APP， 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完成登录，来参与到课堂的互动当中。当老师、学生均完成登录后，老师可进入系统，一目了然地查看班级当中的授课名单。这样的功能，我们可以在更多课堂名单当中去查看详情，来看到每一位学生的登录情况、在线情况，从而达到课前点名的作用。那当我们系统进行登录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端已经进入到了锁屏的状态。学生在锁屏状态下，不可以对于平板进行任何操作，只能专心的听老师授课。那在老师上课的过程中，老师可以打开课件功能，来打开我们前一天所上传的课件以及资料进行授课。那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是爱莲说。对于老师授课的过程而言，老师可以采用画笔的功能，对于我们课堂当中的重点进行批注。那这样的重点内容也可以一键的分享给所有学生，学生在平板端即可进行查看。而对于老师而言，我们课堂有一些重点的笔记，老师也可以调取白板的功能，来对于重点笔记进行书写，同时可以书写多页内容。那这样的笔记同样可以一键分享给所有学生，学生在平板端可以对老师授课过程当中的笔记进行统一查看。在上课的过程中，老师全屏广播 PPT 或者广播视频时，我们坐在后排的同学可能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内容。这时我们就可以采用屏幕广播的功能，将画面一键广播至所有学生的平板端，通过这种方式让所有的学生都清晰地看到老师黑板上所展示的内容。而对于课堂的授课环节，我们同样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了解全班所有学生的掌握情况。例如，在一个授课阶段结束之后，老师可利用截屏提问的功能，将题目一键截取下来，分享给所有的学生。那这里是一道单选题，我们可以将这道题目发送给所有学生。学生只需要在平板下方选择 ABCD， 再点击右上角的提交按钮，即可完成提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 托物言志。当老师公布了正确答案，就可以及时的看到全班同学的正确率以及选项的分布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记录课堂数据，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情况。课堂中的解答题，老师也可以通过截屏提问的功能，一键将题目推送给所有的学生，学生在自己的平板端即可完成作答。学生可以利用多种形式进行作答，包括调取白板，直接在屏幕上书写，以及拍照上传等方式。
那目前我们演示的是学生调取白板进行书写。在此过程中，老师可以看到全班所有同学的答题情况、提交情况，并且呢，可以设计倒计时，限制同学们的答题时间。当老师停止答题后，全班所有同学的答题情况都会及时的显示在大屏上。老师可以调取任意一位学生的画面进行批注以及讲解，以及呢，我们可以将多学生的答案进行对比点评。老师也可以对于学生作答的笔记进行回放，及时了解所有学生的作答过程。那课堂当中，老师对于学生成绩的一个批改以及批注，也会一键分享给所有的学生，学生在平板端即可完成查看。在课堂当中，老师也可以采用多种趣味挑人的方式来挑选一位同学回答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采用随机挑人的方式，随机挑选一位同学对于问题进行回答。那对于低年级课堂气氛较活跃的学生而言，我们也可以采用抢答的功能，学生点击平板抢答按钮即可完成抢答。另外，课堂当中的重点文件，例如老师授课的 PPT， 我们可以通过文件发送的功能，一键的发送给所有学生，让所有学生都收到老师课上所讲解的 PPT。那对于课堂当中的一些重点内容，我们也可以通过截屏分享这样的功能，将这一个屏幕的画面截取下来，一键分享给所有学生，在学生端形成资料包，让所有的学生都了解我们课堂的重点以及笔记。在课堂当中，统计分析的功能可以去记录所有的题目以及题目的答题情况。对于实验类课程，老师可以利用学生演示的功能，调取某一位学生的平板画面进行重点演示。这位学生可以采用桌面投屏或者摄像头投屏两种方式，将自己的课堂成果以及全部的操作过程都清晰地展现给所有的同学。并且在课堂中，老师也可以利用屏幕广播，将此学生的画面广播至其余各学生的平板上。另外，学生也可以选择使用桌面投屏的功能，将自己所拍摄的照片进行屏幕投放。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及时的让全班同学都了解这一位学生的答题情况。在一堂课结束之后，老师可以点击更多功能栏当中的退出授课，即可结束一堂课程。当课程结束之后，所有的数据都会记录在后台，老师在课后登录平台即可查看。那以上呢，就是为各位介绍的青鹿智慧课堂普教版软件的功能介绍以及功能演示，感谢各位的聆听。